here we go. 10, 9, 8, 7, far as 25 inches. 3, 2, 1, booster ignition, and lift off. 就在今天，阿尔特弥斯2号成功发射，人類時隔54年再次離開近地軌道，重返月球。4名宇航員將搭乘 SLS 火箭和獵戶座飛船升空，飛出近地軌道，採用8字形繞月軌道，飛到月球背面後，再利用引力彈弓效應返回地球。不採樣、不插旗，甚至都不會着陸。這次任務的目的只有一個，測試人類還有沒有深空載人飛行的能力。你肯定好奇，既然不登月，那還冒着這麼大的風險去月球軌道幹什麼？這聽起來甚至不像一次史詩級任務，更像是一次測試飛行。但恰恰是測試這2個字，才讓它變得真正危險。因為這不是去國際空間站，不是在地球邊上繞幾圈，而是人類在1972年阿波羅17號任務之後，時隔半個世紀，再一次重新把宇航員送出近地球軌道，送進真正意義上的深空。NASA 官方也把它定義為50多年來第一次載人繞月飛行，用來驗證未來月面任務和火星任務所需的一整套深空能力。這次任務最重要的不是去月球，而是證明人類還能不能再去。如果它成功了，那它就是人類邁向星際大航海時代的一個里程碑。阿爾特彌斯2號的飛行路線看起來像一句話就能說完：發射、繞月、再回來。但真正的飛法其實比這謹慎得多。它不是一頭扎進深空，而是每離開地球一步，都要確認宇航員還能不能被安全帶回來。火箭升空之後，並不會立刻奔向月球。SLS 會先把獵戶座飛船送入地球軌道停泊，隨後繞地球飛行2圈。為什麼要這樣做？因為在真正離開地球之前，NASA 希望宇航員還能在靠近家門口的位置做最後的檢查。在這2圈裡，他們會檢查飛船狀態，確認生命保障、導航、通信、姿態控制一切正常，還會把獵戶座飛船切到手動模式，做一次人工操控演示。只有確認一切都正常之後，任務才會執行最關鍵的一次推進——奔月注入。NASA 官方寫得很直白，這次推進會把飛船送上一條大約4天的外向航程，飛向月球遠側，整條軌跡會畫出一個8字形，最遠伸到距離地球23萬英里以上的地方。從這一刻開始，飛船就不再只是離開地球，而是真正走進深空。在去月球的路上，獵戶座飛船還會連續做3次小型軌道修正，不斷微調方向，確保飛船始終在最安全、最準確的軌道上。到了飛行的第5天，飛船會進入月球引力影響範圍。第6天開始飛掠月球。這次飛掠並不會貼得特別近，最接近月球表面的距離大約在4000到6000英里之間，這比阿波羅時代的近月掠過都要保守得多。最特別的一段會發生在月球背面。當獵戶座飛到月球後方時，宇航員會短暫失去和地球的通信，整個時長大約30到50分鐘。在那段時間裡，他們會拍攝月背，做觀測，這也是整次飛行中最孤立的時刻。地球看不見他們，他們也暫時無法直接和地球對話。之後，獵戶座飛船不會靠發動機硬飛回地球，而是利用地月之間的引力場，被自然地拉回地球。這是一條燃料效率更高，同時也更穩妥的返回方式。返程中再做3次小型修正，最後在第10天左右進入地球大氣層，最終降落在太平洋。而本次任務最重要的就是那4位宇航員。指令長是李德懷斯曼，他曾在2014年執行國際空間站長期任務，在軌165天，完成過300多項科學實驗。飛行員是維克多·格洛夫，他曾在國際空間站飛行168天，完成過4次太空行走。任務專家是克里斯蒂娜·科赫，他曾執行長期空間站任務，以單次飛行328天創下人類女性最長單次太空飛行記錄。最後一位則是傑里米·漢森，他是本次任務的加拿大航天局任務專家，也是本次任務中唯一一個從來沒有去過太空的人。所以阿爾特彌斯2號的本質不是送4個人繞月，而是把4個生命連同人類對深空重返的全部信心
一起放進一台還沒真正載人飛過月球距離的新系統裡。這是一場從地面到深空，再從深空回到海面的全鏈路考試。而考試的標準只有一個，4個人必須活着回來。這就是阿爾特彌斯2號。它不是一次看月亮的飛行，而是人類在半個多世紀後重新走向深空探索的一次證明。